注意看，日本选手故意勒晕了中国小伙陈长新，其后就蹦上围绳拍屁股挑衅台下的中国观众，大声呐喊中国选手全部都是东亚病夫。在日本人面前，中国选手只配永远被踩在脚下。然而这才只是他嚣张的开始。其实我也不想打中国人，但他们长得实在是太欠揍了，我的拳头总会不受控制打上去。他们打不过我，就只会无能狂怒，那个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实在是太可笑了。我操！还有一次，这家伙竟然不顾裁判的阻拦，故意掰断对手的手臂，站起来之后还竖中指挑衅手臂断裂的对手，并告诉现场的所有观众，他掰断了对手的手臂。瞅他那一副欠揍的德行，一看就没有挨过社会的毒打。他叫青木真也，来自日本，绰号断臂狂人，形容他只能用残暴不仁来描述。平均每隔3天就要掰断一只手臂，不然就是打烂对手的脑袋。生性残暴、嚣张、狂妄的青木真也终于遇到了硬茬，此人就是要抢夺青木真也冠军金腰带的李胜龙。李胜龙足足比青木真也年轻了16岁。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浪更比一浪强，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李胜龙的精彩表现。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，俩人之间相差了不仅仅是16岁，更多的是16年的比赛经验。然而青木真也可是日本赫赫有名的跳关时段，拥有这个段位的日本选手非常稀有，全日本都找不到10个人。手臂狂人率先实施抱摔动作，试图将李胜龙带入到地面缠斗，掰断李胜龙的手臂。反观李胜龙可不是什么好欺负的，既然能一路过关斩将成为青木真也的对手，李胜龙自然有和青木真也抗衡的能力。在过去的几场比赛当中，没有一次让比赛进入到第2回合连续的速胜。过去4场首回合的比赛，我们看到比赛带入到地面了，青木进入到地面，被带入到地面缠斗的李胜龙非常冷静。李胜龙内心非常清楚自己当下面临的是什么处境，一不小心就会被青木真也掰断手臂。为此，李胜龙不得不多加小心，毕竟这次冠军挑战权的机会来之不易，岂会轻易让青木真也所击败？李胜龙呢，现在还是用自己的手控制住青木的身体，不让对方把身体和自己拉开距离。两个人确实靠的围绳太近了，裁判很有可能把两个人以同样的位置回到围绳中间。是因为在这样呢，在场边确实很难发挥啊，在擂台边啊。现场呢，我们的裁判团队都在现场。占据上方位的青木真也无时无刻都在做着压制动作，根本不给李胜龙任何喘息的机会。然而李胜龙一直在进行反抗，尽最大努力牵制住这个丧心病狂的青木真也。最终李胜龙重新站了起来，虽然回到了站立，但并没有完全摆脱青木真也的束缚，但是依然无法脱开对方形成的死亡三角。我们看到青木他上肢的力量确实是非常的足，尽管说对方是初生牛犊，但是这个力量啊，在尽力对抗上面竟然比不过青木真也。是其实也正常嘛，因为李胜龙毕竟是升级上来的啊，升重上啊。好，我们看到现在的话，再次被压在地面上的李胜龙防守做得非常到位，就算青木真也拿到了精准的齐胜位，那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将李胜龙打服。然而李胜龙也没有放弃挣扎，一直在进行的反抗，争取早日挣脱青木真也的控制。毕竟青木真也是国际拳坛赫赫有名的断臂狂魔，那么快的就能够挣脱出来。现在李胜龙非常需要小心自己的右手手臂，同时的话还在做下砸肘。我们知道这个砸肘很有可能直接让对方脸上出现创口的。迅速打开，这个打开是很快的。这个时候我想到了加里托能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，他说我拒绝和我的朋友熟人来进行比赛，因为下不了手啊。我们看李胜龙呢，李胜龙早点挣脱青木真也的束缚，就早点脱离困境。其后李胜龙一气呵成，瞬间就把青木真也的压制动作打得稀碎。不妙的是，李胜龙的手臂被青木真也拿到了。断臂狂魔果然名不虚传，总能在对手出其不意的时候找到手臂。刹那间，李胜龙就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。还要坚持，李胜龙还在试图挣脱。哇，肩关节已经要脱臼了。李胜龙，好的，脱出来了，厉害！哇，果然是年轻人啊！而且青木这次的腿锁得并不是非常的好但是这个时候的话，应该李胜龙的手臂已经感觉够呛了。现在进入到了半防。刚刚这一下，不仅我的手都捏着一把汗。是，李胜龙冒着手臂被掰断的风险，毅然而然坚持了下来。但李胜龙还是没有挣脱出青木真也的束缚。不过李胜龙并没有放弃，在确保自己生命不受到威胁的前提下，
李胜龙会持续实施反抗动作，尽快挣脱出青木真也的压制。那新加坡观众呢，在给李胜龙加油。现在李胜龙更多的还是用自己的精力去控制住青木真也，他的上肢不让他做一些击打，又或者说是降服的机会。又进入齐称位了，齐称位刚才呢会要求2个人保持相同的位置，回到场地的当中。由于李胜龙的防守太过严密，青木真也根本没有办法对李胜龙下手，结果裁判了比赛，将俩人拉到了擂台中间的擂台，这就给了李胜龙很大的反抗空间。毕竟擂台中间的位置空间很大，能实施很多在边角实施不了的挣扎动作。我们看，还在试图通过起桥来破坏青木的平衡。对，打砸机。李胜龙尽管他核心力量可能很年轻，还是挺不错的，但是起桥就是没有办法把老道的青木给掀起来。是，你青木这个位置确实太深了啊。是。还是在通过砸肘和砸拳破坏李胜龙的防守。哇，又要做，这下丢了，这个老位丢。时间还剩下最后几秒钟，李胜龙从比赛一开始就被青木真也压制，并且还险些被青木真也掰断手臂，一直到最后才挣脱青木真也的束缚。这一现象是一个好兆头。既然李胜龙能挣脱出青木真也的束缚和轻松化解青木真也的十字骨，那么青木真也的好日子也算是到头了。李胜龙当然是有备而来，不然李胜龙的手臂早就被青木真也掰断了。为了这条金腰带，李胜龙也是拼了。出现的一个接近于降服的动作，好在最后由于这次的腿部的扣没有能够搭紧，让对方能够成功逃脱出来。其次的话，青木会有这样的微笑，更多还是因为说给李胜龙机会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青木真也二话没说直接重拳出击。可别忘了，李胜龙比青木真也年轻了16岁，对比之下，青木真也已经是一把老骨头了。真不怕李胜龙收不住力，打得青木真也骨头坏死。不过青木真也的摔跤能力真的很强。比赛才刚开始，再次选择主动抱摔李胜龙。双方在绳边控制着对方，各抢到一边腋下。好的，做一次膝撞的尝试。刚才的这一记后手直拳打空了。对，但是机会很好，也说了，这场比赛必须要小心李胜龙。既然李胜龙在地面缠斗不沾光，那么李胜龙就和青木真也打站立。结果李胜龙爆冷 KO 了青木真也，日本拳王青木真也的王朝终于告了一段落。嚣张了一辈子的青木真也，终于在36岁这一年被教训了一次。李胜龙成功继承了青木真也引以为傲的冠军金腰带。看一下，漂亮，这个直拳漂亮，后手直拳，前手直拳，背后第3下，这下是打空的。但是这个时候青木已经倒地了，连续跟进几下，裁判奥利维克斯直接拿青木真也的。输了比赛的青木真也非常不服气。征战拳坛20多年的青木真也，竟然被一个20岁的小伙重拳 KO， 真要是说出去，还不够让人笑掉大牙的呢。这一巴掌也算是对李胜龙的认可。江山代有人才出个领风骚数百年。止了比赛，我们来看，这是漂亮的直拳，随后再衔接。哇，这记直拳，这记打倒，随后在地面，这一下是迫使裁判终止比赛的理据。台下的世界冠军姐姐看到弟弟 KO 了日本选手，激动的也流下了泪水。获得这条冠军金腰带对于李胜龙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李胜龙的姐姐是世界冠军，妹妹是世界冠军，家里边就差李胜龙这一个世界冠军，最终挣脱了险境，暴打了小日本一顿，获取了冠军金腰带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李胜龙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